的旅程不完整，宁愿只爱一人，也不愿一生为情所困。黄昏中的女人，是否该放弃为爱去等？情深若已变冷，一切只能空留余恨。到了何时我才能拥有一个知心的人？让我爱，让我疼，为我擦干多年的泪痕。寒风中只剩我一人，我的爱擦溅起无声。不该问什么是缘分，注定没有爱情的根。寒风中只剩我一人，我的爱擦溅去无声。不该守候一扇空门，没有爱情的根。来，佳佳，这里就是外婆的家，以前妈妈也在这里的，还不快点叫外婆？外婆，乖，佳佳乖，自己过去那边玩玩啊。妈，3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整整3年，你一个电话也没有。我以为你这一去就不回来了，也不要我这个妈了。怎么会呢？这里永远是我的家，我永远是你的女儿。在美国那段日子，我时时刻刻都很想回来的。妈，你有没有收到我的明信片？有，也没个地址留下，你叫我怎么联络你？你自己想想，你这样做对不对？妈，不是我不想把地址留给你，我确实有苦衷的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你有什么苦衷呢？以前你爸爸抛弃我们的时候，我不管生活多艰苦，我都会咬紧牙根把你带大。我希望你有人性，可是你偏偏跟你爸爸一样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妈，我不是要你养我，我都几十岁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。妈，别说这样的话，我知道我做错了。我其实很想回来的，可是自从佳佳出事之后，我为了照顾她，几乎不休不眠的。现在她健康比较好了，所以我才带她回来。妈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是会原谅你，可是你想想，你这个时候回来，蒋家人会怎么想呢？当你嫁进蒋家的那一天，你凡事做事都要为蒋家想，可是你并没有。当人家有困难的时候，你不但没有帮助，还跑到美国去。那你有了蒋家的骨肉，你也没有给人家个交代，你根本没有尽做媳妇儿的责任。所以我这次回来就要尽做我媳妇的责任，不管过去我跟蒋家的关系怎么样，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做我应该做的事，帮蒋家拿回他们失去的东西。各位，环球公司与三谷公司联合投资石油化工计划，现在宣布正式成立。这是亚洲最大的工程之一。三谷公司是日本10大企业之一。在目前全球面对能源危机的时刻，三谷公司肯投下20亿元来进行这次的计划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在此，我们谢谢三谷公司。好，现在宣布签约仪式正式开始。3个先，谢谢。
来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们看谁来了？蒋老太来了。啊，蒋老太来了。蒋老太太，好久不见，你看起来还是那么英朗。周先生，恭喜你和三谷公司的联合投资计划获得成功。祝你美言。我们应该谢谢你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我们的记者招待会。来，要茶点吗？对不起，我还有话说。哦，那请吧。各位，今天我要借这个记者招待会宣布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全面收购环球公司的股票。蒋老太，请问你会采取什么方法来收购环球公司的股票呢？详细的计划我日后会宣布。蒋老太太，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但是你凭什么收购我公司的股票？凭什么你不被理会？三谷先生，希望到时你会给周先生全力的支持。这次我们三虎公司的合作计划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周先生，您放心吧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们会失败。可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情况不是很稳定，再加上银行的那笔贷款，给公司造成很大的威胁。而且我最担心的是蒋家那个老太太。董事长，蒋家已经破产了，他凭什么呢来收购我们公司的股票呢？我担心的不是蒋家，而是蒋家背后的那个人。董事长，你是说有人在背后替蒋家撑腰？我看不会吧。蒋家已经是个烂摊子了，谁敢花那么一大笔钱呢，去帮他填这个无底洞呢？烂船也有三船钉，我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支持蒋家，对蒋家有什么企图，这些我都不清楚，这是最让我担心的。周永清在商场上混了这么久，不容易对付。如果由我亲自出面的话，难免会令他有所警惕，所以才让你出面，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蒋家。我就可以趁他不备自己进行了收购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是逼不得已才让你这么做的。希望你会明白，这个计划不是单靠我一个人，在我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人支持着我。他是谁？对不起，我暂时不能透露他的身份，以后你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妈，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蒋家要永远的生存下去。环球与三股联合投资记者会上，蒋老太当众宣布要收购环球股票。蒋老太宣称要收购环球企业，周有金以不变应万变，一笑置之。方莹，你做得好！今天早晨各大报章纷纷都刊登了这则消息。哼，周永清，他做梦也想不到要对付他的人是我。周永清这个老狐狸，我们还是不能太大意。你放心，他即使再狡猾，也想不到世上还有我洛妃的存在。20年了，我等了20多年，今天终于是讨债的时候，我要他付双倍，甚至是更大的代价来补偿我。我要像一只水蛭，慢慢的吸干他的血，让他也尝一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高少爷，我来。大帅，20鬼妈呢？在楼上。妈，现在大家都在议论我们蒋家收购环球的股票，我们哪里有这个能力呢？你们回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些。我知道蒋家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的，不要说收购人家的股票，就连我跟三弟开的那间车行要维持下去也不容易呀。妈，现在我们蒋家已经不同以往了，我们现在只要求有顿平平淡淡的饭吃就很满足了。可是给你这么一搞，恐怕以后连粥都没得吃了。义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妈呢？我不是有心要怪妈的，只是觉得自从上一次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那番话之后，激怒了周永清，现在每隔2、3天就会有一群流氓来我们车行捣蛋。我们的客户被吓跑了之外，我们还欠了一笔钱了。我只怕以后可能车行很快就倒闭了。你们现在是责怪我，
还是要我赔偿你们的损失啊？妈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们只是希望不要把事情搞大。你告诉我，你这么做是方玲指使的？是他指使又怎么样？我真不明白，方玲为什么指使你这么做呢？他有多大的权利呢？他是不是发疯了？他并不发疯，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重振我们蒋家的声威。重整蒋家，他能吗？妈，他要帮的话，他早就帮了，何必等到今天呢？我看啊，他只能给蒋家带来灾难罢了。二弟呀，你快劝妈，别让方玲指使他怎么做。不要再说了，你们只会怪责方玲。可是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初蒋家是怎么没落的？还不是败在你们的手上。爸，他们也是担心蒋家的资金不足。一文，难道你也以为我是发疯的吗？妈，方玲回来帮我，你们不但不感激，还尽说风凉话。我告诉你们，不管是不是方玲指使我，我都愿意做这件事，一切灾难由我承担。哎呦，阿文，是你啊？为什么这么急过来找我啊？最近很忙，听说你要跟师姐结婚了。是啊，那恭喜你，谢谢谢谢，到时候一定要来喝啊，一定的。叔叔，哎，佳佳过来，妈。佳佳，叔叔，我要吃蛋糕。你要吃蛋糕啊？来，拿啊。一文，她就是你女儿。来，佳佳，他是爸爸，叫爸爸来，叫。是佳乖，啊，真的是爸爸来，叫爸爸啊，佳佳，叫爸爸。叫乖了，叫爸爸，叫一声而已，好不好？妈，小孩子是这样的，不要逼他。他没见过你，怕陌生了。妈，方玲。妈，回来了。妈咪，佳佳，妈交给你了，你来了。方玲，几年不见，生活怎么样？平平淡淡的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想不到你孩子这么大，他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叫我一声爸爸。方玲，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了，能不能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？不要再说什么补偿的话了，一切已经太迟了。过去不管谁对谁错，都已经成为过去。现在的我，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希望你会明白。方玲，难道你不能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吗？这几年来，我天天活在烦恼之中，我真的没办法忘记我们那段时间。你离开之后，我才觉得我真的很需要你，还有蒋家，蒋家更需要你。方玲，你爸回来住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是不可能搬回来住的。为什么？我对我曾经所付出的感情已经感到厌倦，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。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了。我知道我没办法挽回你的心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过得快快乐乐。既然现在你回来，为什么不告诉阿友，佳佳是他的女儿呢？他就跟师姐结婚了，何必让更多人更痛苦呢？周先生，经过我的审查和核对，我们环球公司所剩下的资金还不止于5亿呢，而且贷款银行的利息又到期了。没关系，我跟陈总裁很熟，利息给你拖一拖。自从我们公司跟三股公司合作的消息公布之后，我们公司的股票上涨了不少。那，你先把我名下58%的股票
抛售出去，套取现金。5%，董事长，你要把5%的股票抛售出去，会不会造成股票流失的危险呢？你不用担心，我太太还另外拥有20%的股票，我们还是同样牢牢地控制环球。我会找陈总裁，把我剩下15%的股票抵押给银行。周先生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这次我们跟3.5公司合作，资金10亿，那我抛售5%的股票，再加上15%股票的贷款，我相信这次我们跟3.5公司的合作计划没问题吧？绝对没问题。周先生，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先走了。好的。阿全，董事长，什么事啊？蒋家有什么消息吗？蒋一新的买卖旧车公司呢，由于我们介入啊，生意一落千丈，一下子呢就输了几10万了。好。周永清想将他15%的股票抵押给银行，你可以批准。是。他申请多少，你就批准多少。是，你放心。这件事情我已经跟董事会打过了招呼，后果由我来负责。我知道，您放心，罗小姐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办的。罗小姐，你慢走。进来。陈总裁，你好，你好，周建，你好。来，请坐。好，谢谢，来一起坐。好，陈总裁，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一下。周建，你太客气了，有什么事您尽管说话。是这样的，最近我们跟3.5公司联合经营石油化工，需要一笔现金，我打算把我们公司的股票抵押给你们银行，请你行个方便。本来你这个抵押倒是没什么问题，不过你上次跟银行贷款的那笔钱到现在都还没有。贷款的钱很快就还清的。至于这个股票抵押呢，也只不过是暂时性的。陈总裁，你看看我们的股票，节节上升了，会赚钱的。我是应该帮你的，不过我只能够以股票的票面价值来贷款给你，而不是股价。希望你能够明白。明白，明白，我当然明白。先谢谢你了，好，谢谢。要是我这样帮你，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呢？100万，200万，这样啊，300万。这些钱你在周永清那里做，一辈子也赚不到。要是周永清抓到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你放心，周永清知道的时候，他已经在监狱里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安排你去加拿大。那一言为定啊，那我要谢谢你了。吴健，有没有注意这几天的股市行情？有，我们环球表现很不错。昨天的收市价12.5。董事长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呢，那个江老太太说要买我们环球公司的股票，可是呢，她是空口说白话。那你就错了。这个老太婆说得出做得到，其中必定有原因的，大家小心一点啊。是。周永清已经向银行取得了15%股票的贷款，他手上的股票只剩下20%。为什么周永清要把股票抵押给银行呢？他要跟3股公司合作，但是资金不够。现在是我们进入环球的最好时机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把它准备准备。今天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全面收购环球股。
今天早上一上市呢，我们环球的股票就涨得很厉害。昨天12.5，现在已经升到18以上。哦，是吗？哎，董事长，今天的新闻报道说我们环球跟三股公司合作计划成功了，那股价大涨是很平常的事吧？董事长，你又赚几千万了，我真的恭喜你啊！我赚钱不就等于大家都赚钱吗？哎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！方小姐，我们已经收购了58千的环球股票，需要再继续收购吗？对，这个环球股票的价钱。周小姐，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市场上收购了5%的股票。周永清，他有没有动静？毫无动静，要不要继续再收购下去？要，继续收购，不要停止，直到他有反应为止。周先生，我觉得不太对啊，我们环球的股票不可能升得这么快，在短短2个小时内就升了1倍多。我怀疑一定有幕后有人想秘密的收购环球的股票。不对，阿轩啊，赶快跟我调查一下，看谁秘密在背后收购我们公司的股票。是董事长。可能现在讲清楚。这就不是国际上市的是吗？喂，骆小姐。部分上去。你刚刚管到了没有？还不快去催！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周永清已经知道有人在收购环球，那怎么办？那老狐狸不简单，就是要他知道，我要把环球再抬高3个价位。哎，你听我说嘛，这事情我完全不知道。麻烦你下来一下。OK， 等一下我再回电给你啊。来了，周先生。我们环球的股票又上升了，已经升到37.5，总共是3倍。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阿轩，过来，查到了没有？到底是谁秘密在收购我们公司的股票？我不知道啊，现在整个股市一片混乱啊，每个都抢着买我们的股票啊。那是蒋家的人了。董事长，不可能的，他们没有能力的。我看买我们的股票只是一些商户罢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跟三股公司合作嘛，公众看好我们的前景一片大好，就跟上来买我们的股票啊。你用你头脑想一想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是有问题了。这些人为什么选择我把股票抵押给银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进来抢购？不行，这一定有原因的。莫非是那老太婆开始行动？不行，通知所有的股东，我要召开紧急会议。走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今天一大早我们公司的股票就不断的上涨，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。这有什么不正常？人家对我们公司的股票有信心嘛。是啊，环球股票猛涨是件好事吗？大家无端端花了一笔。可是整个股市就我们公司的股票上涨，这就证明也显示了有人在背后大量的吸购我们环球的股票，想入驻我们环球。在座各位在环球这么多年了，多多少少有点感情，我希望大家站在我这边，不要随便的抛售股票。董事长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在入驻环球没有关系，卖不卖股票是我们的自由。当然，我不是阻止你们卖股票，而是大家有目共睹，我们环球的前景一片光明，股票还是会上涨的。如果你们现在随便的抛售，你们不觉得可惜吗？高小姐，一个上午我们用了3亿5200万的资金收购环球股，下午继续收购到40%。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们也许要从美国调度更多的资金，而美国方面可能……我叫你继续，听到吗？这是命令。是。大家回去继续开工。周永清，我要你一无所有，一败涂地。杰哥，哇，又升了！是。董事长，下午呢，一开市呢，我们环球公司的股市呢是37.5块，现在升到44块啊，再这样下去就不得了了。周先生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陷阱？董事长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
再看一阵子吧。董事长，再这样下去啊，我们环球公司的股票全被人收购了。陆小姐，环球股票已经从39升到45了，推到47。是，继续收购环球股票。好，董事长，黄董事打电话来，他说要把环球公司的股票全部抛售出去啊。现在是什么价钱？哦，现在是47。如果想收购16%的股权的话，需要多少？大概也有5亿。周先生，现在股价这么高，花5亿元去收购是很不划算的，而且很危险，你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你懂什么？要是环球公司的控制权落在人家的手里，那我们吃什么？董事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知道有风险，可是我现在别无选择。你们听着，反收购行动马上开始。是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怎么样了？罗一全说，周永清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哼，这个老狐狸，他终于上当了。他要多少，我们就放多少。是。周永清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。周先生，我们反收购呢，对方就停止收购，岂有此理！这暗地里和我们斗的人到底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，他能抬高股价，也能压低股价，这个人不简单。阿全，事情查到了没有？董事长，我刚刚查到，收购我们公司的股票呢，是一间刚刚注册新公司，叫做新世纪公司。新世纪公司，负责人是谁啊？负责人我不知道是谁，好像跟蒋家老太有关系吧。董事长，你还记得吗？上次呢，我们在记者招待会啊，江老太有说过那番话。我觉得不可能的，蒋家凭什么和我们斗的？他哪来的钱呢？你错了，也许我真的低估了蒋家的人。我问你，到目前为止，我总共收购了多少%的股权？18%。周先生，我们继续收购还是停止？马上停止收购！陆小姐，我们查到周永清已经停止收购股票了。陆小姐，周永清已经停止收购了。难道他这么精明，猜到了我们的用意？周永清在商场上混了这么久，这有他的一套，我们不能太大意的。这是一场金钱的较量，谁钱多谁就赢。就算他再精明，这场仗他输定。他不进我进。把股价炒高，有多高就炒多高。是，周先生，这次糟了，我们停止收购，他们马上进股，现在股票上升了。岂有此理！他们摆明是在跟我斗。我们的资金还剩下多少？如果连三股集团的一起算下去的话，我们只有2亿多的现金，怎么办呢？如果再买进6%的股权，我需要多少？周先生，如果你再进的话，我们的资金全部用光了，这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停止吧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们现在是跟我玩心理战术。如果现在停手的话，不等于告诉他们我的资金出现问题吗？如果他们来个全面收购，我怎么招架？蒋家一向来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不会输给他们的。更何况，如果收购6%的股权，环球还是在我掌握之中。凤小姐，环球要进多57万股。好，先放给他。凤小姐，这是市场最新报告。陆小姐真高明，周永清果然沉不住气，吃进了6%的股。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，接下来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我要把周永清的钱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来。啊？我们收购了40%的环球股，总共是5亿。接着我们又把16%卖回给周永清，总共是11亿，整整赚了6亿。那剩下的24%的股要怎么处理呢？送给你。陆小姐，你说什么？这些股票对我来说一点价值也没有，你留着它们，总会有用的。周永清绝对过不了这一关。
他抵押给银行的15%的股票，他根本就没钱赎回来。我现在真想看一看他的脸色。周先生，有什么最新的消息？毫无动静。不过周先生，我觉得事情有一点不对劲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们虽然是很成功的收购了16、8千的股票，但是我们已经动用了10亿多的公款。再过几天，三股集团就要来查这个数目了。我们居然找出10亿多的现款来填补这个数目了。周先生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董事长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别吵了，我自己带回办。小娟啊，打个电话给蒋老太，约他出来吃饭。因为最近有人大量收购环球的股票，把股市搞得风风雨雨。这个人就是你。是，那又怎么样？蒋老太太，这又何必呢？我们周蒋两家一直都是世交，一向忠诚合作，何必自相残杀，弄到两败俱伤，是对谁都没有好处的。虽然我不知道蒋家怎么找钱，直到蒋家东山再起。但是能够这样，那毕竟也是一件好事。我更欢迎你们拥有24%的股权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欢迎你们加入董事局。可惜啊，可惜，周先生，你这个提议提得太晚。蒋老太怎么会太晚呢？只有你点头，我随时欢迎。周先生，你现在跟我谈这么多也是没有用的。我们蒋家一切已经交给芳龄处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芳龄谈吧。怎么又是你？我一直都在想，蒋家已经没有以往的风光，很难跟我周旋的。没有想到背后的策划人竟然是你。不错，新世纪公司的老板就是我。我太低估你了，方小姐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。周先生，你过奖了，不是我厉害，而是你太自以为是，以为没有人敢动你的环球。好，我欣赏你这种作风，在商言商。其实我们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，对不对？这样吧，为了不伤和气，欢迎你加入董事局。要我进入环球，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你退出环球，把环球交给我。开什么玩笑？环球是周家的，谁也不能染指。那我告诉你，蒋家绝不会输给周家的。姓方的，你一定要跟我斗到底。你说的没错，只要你还在环球的一天，我绝不会放手。好，我在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，谁都不怕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够把我击垮吗？姓方的，我后悔当初放过你。要不是你妈求我的话，我早就把你送进监牢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输给你的。环球是我们周家的。小兰，你回来了，对吧？你在等我。是。听说你把爸爸给你的股票抵押给银行了，这是不是真的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不希望这样做的，是蒋家的人在逼我。蒋家的人怎么会逼你呀？我不知道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蒋家大量收购我们环球的股票。如果让他们收购成功的话，我就必须退出环球。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我把股票押给银行，加上三股的资金，我进行反收购。你擅自利用三股的资金，万一给三股发现的话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会填补回去的。做生意的事情我不懂，我也不理你们怎么斗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，环球不是你一个人的。
是我爸爸用一生的心血来创立出来的，我不想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呀！方玲，你知不知道明天早晨轰动股市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已经叫那些环球股票的持有者回去散布谣言，就说周永清亏空公款，还说环球已经陷入经济危机。我还叫他们大力抛售环球的股票。你等着瞧，明天一早，环球的股票就会直线下跌，变成一张张的废纸。董事长，方小姐，环球股又跌了2个价位了。霍小姐，环球股票又跌了2个价位，把环球推到32。霍小姐，这样子下去的话，我们会损失很多钱的。损失让他损失好了，我们一定要等到股价跌到最低线的时候才进场，那个时候环球就是我们的了。霍小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你们这帮贩动，给我出去！周先生，快下去啊！今天一开市，我们公司的股票就掉了2个价位，恐怕还会继续掉下去呢。是帮您搞的鬼！有没有查清楚为什么会跌价？董事长，很多经济这么说啊，外面很多谣传啊，对我们公司不利啊。什么谣传？很多人这么说，我们挪用山谷公司的公款，说我们环球公司快要倒闭了。这种事情怎么传出去的啊？我真不知道。岂有此理！方玲，如果你真的想跟我斗的话，我会奉陪到底。打电话给陈总裁。如果陈总裁觉得16%的股票不够的话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跟三股公司合作的计划，我想跟银行一起分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周先生，这个计划是不是太迟了一点？据我所知，环球跟山谷这个合作计划可能会告吹，银行不希望见到这种局面呢。我相信你们不希望看到我没有办法偿还你们的债务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偿还这笔债务的话，我们将把你抵押给银行的股票拿去拍卖，你可能会惹上官司的。对不起，周先生，我很忙，我先走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喂。哎，董事长，环球公司的股价大跌，全部崩溃了。什么？丽姐，这些话麻烦你拿去看看，应该怎么样布置好吗？好的。老爷回来了。哎，永清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快点来帮我写请帖。什么事啊？你是真的糊涂还是忘了？女儿都快结婚了，你帮我查查看有没有漏掉啊亲戚们的名单呢？哎呀，女儿都要结婚了，你怎么还生叹气的呢？小兰，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把武器跟地契交给我。为什么？我要拿去抵押，挽救环球。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你不是把股票都抵押给银行了吗？怎么还要把地契跟房契拿去抵押呢？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，银行逼我交钱，我如果不交的话，他们会把我们的股票拿去拍卖，还有上公司那笔钱我要拿去填补，否则的话我会坐牢的。这些都是我爸爸留给我们的，我们实在不应该拿去抵押。万一拿不回来的话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再拿去抵押呢？少兰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这次一定能渡过难关的。我们目前亏损了多少？将近2亿。2亿，我还支撑得住。我们一定要等到环球股价跌破最低线的时候才进场吸购。到那个时候，银行一定会催周永清还钱，他根本就没法翻身。这么一来，银行就会拍卖他抵押的股票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进场吸购，加上银行那一部分，我们入主环球的日子不远了。周永清的死期快到了。陈总裁，这是我的武器，还有5块地皮地契，全部押给你们银行。对不起，周姐，
总行已经通知我，暂时不准备贷款给你。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环球的股票跌得那么厉害，我们银行对你们公司已经失去了信心。可是陈总裁，只有你贷款给我，这个股价就有办法稳定的。贷不贷款给你，那是总行的决定，我也做不了主。还有，总行要我通知你，限你在1个星期之内还清你所欠银行的钱，要不然银行就拍卖你的股票。什么？怎么样？哇，小姐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像个小仙女似的。来，让妈妈看看。真的漂亮。再戴上这个更漂亮，好吗？老爷回来了，爸回来了。爸，你看我的是不是发哥漂亮啊？漂亮。漂亮。永清，你怎么喝得醉醺醺的？我喝酒关你屁事？为什么我的事情你每次都要管？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呢？我有发脾气吗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永清，你起来呀，有电话找你。哎，你别吵啊！别这样，阿全来电话，他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，快起来听了。烦死，有什么事情嘛？喂，什么事？董事长，大事不妙！到底什么事啊？今天股市一开市呢，环球股就猛跌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银行还派人来公司呢，叫我们还钱呢。董事长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？怎么了？当初我求过你，我欠了你一次人情，但是此时不同往日，方林已经是蒋家的人，身份不同了。他现在不姓方，我的话他是不会听的。难道你愿意看到你女儿跟她亲生父亲这样仇恨下去吗？亲生父亲，你现在认回他已经太迟了。他曾经多次的问过我，他亲生的爸爸是谁，我一直都没说，以后我也不会说。如果你真的有事要求他，你自己去跟他说吧。各位，为了我们的成功，干杯！干杯！大小姐，虽然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，可是你的损失也不少。我只看过人家为了成功而庆祝，却从来没有看过为了损失而庆祝。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你还记不记得，我曾经告诉过你，我要像一只水蛭一样，慢慢的吸干周永清的血。我还是听不出你的理由。慢慢的，你就明白了。心是累的，脸是冷的，泪是真的。我逆着风走，任性的走，没什么目的和理由。旅途之中。